乌克兰空军摧毁俄军桥头堡，库皮扬斯克方向战况升级。乌军在库尔斯克取得局部胜利，击毁顿涅茨克俄军据点。乌克兰袭击俄炼油厂和天然气处理厂，俄军伤亡持续增加。乌军收复顿涅茨克火车站南部，摧毁俄军控制台。乌军攻击伏尔加格勒最大炼油厂，罗斯托夫大规模遇袭。乌克兰再次抓捕俄罗斯特工，他们正准备在警察局放置炸弹。媒体报朝鲜军队已撤离库尔斯克前线，朝军已损失1半兵力。乌军将从荷兰接收新一批 F-16，英国计划在乌克兰建兵工厂。俄军为何在乌军后方拼命插国旗？俘虏士兵说，长官向上级虚报已占领。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月4日，俄乌战争已进入第1077天，战场上的局势越发激烈。以下是前线的最新动态。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最新报告，截至2月3日22点，战斗在全线爆发了94次，其中27次集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进行了70次空袭，投掷了96枚滑翔炸弹，并对乌军阵地及居民点进行了4767次炮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击毙俄军1270人，摧毁敌方坦克18辆，装甲车24辆，火炮66门，特种装备2套，军车及其他机械载具123辆。过去一天，交战主要集中在库皮扬斯克至莱曼、波克罗夫斯克及库尔斯克方向。在库皮扬斯克地区，卫星和战术地图结合分析显示，俄军第20集团军的前锋已经推进到库皮扬斯克市附近，但第6集团军、第1近卫坦克军以及库班志愿者营等部队尚在进行过程中。乌军利用这一时间差，通过远程炮击重创了俄军在扬夫季夫卡附近的第20集团军。根据开源信息 Angel MP 报道，当地时间2月3日下午18点10分，乌克兰空军派遣多架米格29战机，对俄军在奥斯基尔河西岸建立的桥头堡进行猛烈轰炸。经过几轮轰炸后，这个约 6.2 平方公里的桥头堡开始崩溃。随后，乌军重型部队发起反攻，成功收复了该地区约2/3的控制区。目前，俄军在这个桥头堡内的区域已被压缩到约2平方公里，预计几天内将彻底清除。在巴赫穆特东北方向的西维尔斯克，乌军成功摧毁了俄军在该地区的铁路桥。这座桥梁是俄军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重要通道。在恰西夫亚尔至托列斯克的战线，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城市争夺战，伤亡惨重。乌军则在托列斯克压制了俄军进攻。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尽管俄军将攻势集中在该地区，乌军依然顽强抵抗。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将军2月1日表示，俄军在该地区的损失惨重，仅2025年1月就损失了15000名士兵，但仍未突破波克罗夫斯克的3道防线。乌军在第5独立突击旅发布的战报显示，他们在仅6分钟内摧毁了俄军的一支突击小队，击毙或打伤12名俄军步兵，并摧毁了一辆 BMP-4 步兵战车。视频显示，尽管该战车持续火拼，试图推进，但在乌军无人机的围攻下，整个俄军小队无一幸免。在库拉霍夫方向，俄军第110步兵旅和第150摩步师正在向达克涅村推进，而第114旅与乌军在安德里夫卡展开激烈交战。由于该地区防御工事坚固，俄军的进攻未能奏效，且由于伤亡过大，第114旅已暂停进攻。在大诺沃希尔卡方向，
俄军进攻受限于复杂的地形，攻势停滞。由于缺乏渡河设备，俄军难以渡过3条河流，重型装备无法有效推进。整体来看，俄军在乌东的攻势因为损失严重，缺乏重装以及后勤困难，进展缓慢。2月2日和3日的交火次数分别为93次和94次，创下3个月来的最低纪录。关于库尔斯克的战况，乌军的反击仍在继续。2月3日，乌军第17重型机械化旅在库尔斯克的马赫诺夫卡方向发动突袭，成功收复了3个阵地。乌军利用夜色和积雪绕过了俄军的雷区，并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摧毁了2辆俄军坦克和3辆步兵战车。此外，乌克兰还在顿涅茨克战线摧毁了俄军据点，并成功用海马斯导弹击中波克罗夫斯克西北部的俄军阵地，产生了浓烈的黑烟。这一系列打击加剧了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压力。与此同时，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就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进行会谈。据报道，斯塔默表示将推动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并计划通过与欧盟加强合作，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此外，英国保守党前副主席杰克·洛普雷斯蒂近日加入了乌克兰国际军团，并将亲自参与前线战斗，成为自2022年以来加入乌克兰部队的众多西方人士之一。今天是俄乌战争第1077天，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2月3日，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与乌克兰安全局等部门联合行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和阿斯特拉罕天然气处理厂。火灾图片显示，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卢克石油公司运营的大型炼油厂和阿斯特拉罕的天然气处理厂均发生了火灾，证实乌克兰的无人机成功击中目标。这2座设施都是俄罗斯军队的重要燃料生产基地。阿斯特拉罕天然气处理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处理厂之一，为俄罗斯的能源和军事部门提供关键燃料和化学品。袭击后，该厂已停止运营。在战场方面，乌克兰军队在24小时内摧毁了俄罗斯的 Buk-M3 防空系统和 Strela 10防空系统，地点位于乌克兰南方防卫区。近期，乌军针对俄军前线防空系统的打击取得显著成效。如果俄罗斯不能从后方调集更多防空系统，这将使俄罗斯内部的战略重要位置失去保护，前线的俄军将面临更大风险。在库拉霍夫方向，俄罗斯部队继续在西部突出部的达赫内村推进，然而乌军主要力量仍然集中在该村西部的街道上。总体而言，虽然俄罗斯仍在向西推进，但速度明显放缓。Deep State 报道称，俄军攻势在去年12月下旬达到巅峰，之后自1月28日起已显著减缓。攻势减缓的主要原因是俄军伤亡过大，兵力出现严重问题。根据 Deep State 的估计，俄军在去年红军村前线的损失已超过15000人，目前正在招募后备力量。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的昨日战果显示，乌军成功击毙或重伤敌军1270人，使俄军总伤亡人数达839040人。乌克兰国防部表示，2025年1月，俄罗斯人员损失为48240人，这是自入侵以来第2高的月度损失，仅次于2024年12月的48670人。另据报道，乌克兰还采取了一种新的替代方案，来节省防空弹药，利用直升机的叶片气流来干扰和控制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效果显著。在24小时内，乌军再度摧毁了一套俄罗斯的 Buk-M3 防空系统和 Strela 10防空系统，地点位于乌克兰南方防卫区。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打击俄军前线防空系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俄罗斯无法从后方调动更多防空系统，这样会导致俄罗斯内部的关键战略地点失去防护，那么前线的俄军将面临毫无防护的局面。
联合国人权观察团报告称，自2024年8月以来，俄军处决乌军战俘的案件有所增加，已记录了24起独立事件中的79起类似案件。根据最新战况，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地区展开反击，收复了火车站南部的多个地区。洛尔报告称，1月31日前后，乌克兰第42旅在顿涅茨克的乌达齐涅地区与俄军展开激烈战斗，并成功突破了俄军防线，攻占了火车站南部。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并借助无人机和火炮的支持，乌军的突袭取得了显著成果，控制了火车站南部湿地，并开始建立防御阵地。尽管战场信息尚未完全披露，但乌军在顿涅茨克的反攻势头明显。目前双方的焦点仍在托列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一带，俄军的攻势已逐渐放缓。在托列茨克外围，乌克兰第12旅成功击退了俄军的2次进攻，摧毁了5辆坦克和装甲车。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还成功俘获了俄军士兵。与此同时，乌军摧毁了俄军的一个控制站台。乌克兰第14航空团发射导弹，精准击中了俄军的奥兰无人侦察机控制站。爆炸后，现场浓烟滚滚，控制台被完全摧毁。另一方面，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持续增加，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例如，立陶宛最近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先进的携带型防空系统，并附赠了充足的导弹。北欧国家瑞典也在今天正式宣布了一项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援计划。据图片报报道，这项计划的初步预算大约为12亿美元，其中9000万美元将专门用于生产远程导弹无人机。此外，瑞典还将捐赠给乌克兰海军的战斗艇数量翻倍，从原来的16艘增至32艘。与此同时，捷克提供的低他自走榴弹炮已正式部署在乌克兰边境，准备投入战斗。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空袭未现停止，且加大了打击力度。突发消息称，伏尔加格勒最大炼油厂遭到猛烈袭击。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1月31日凌晨，乌军向伏尔加格勒的重工业区发射了大量无人机，目标直指炼油厂。无人机划破夜空后，迅速引发一系列爆炸和火光。目前战场信息仍不明朗，具体损失有待进一步确认。值得注意的是，这座炼油厂是伏尔加格勒州最大的炼油厂，年产能达到1480万吨。事实上，这已经是2025年乌克兰第2次袭击伏尔加格勒炼油厂。1月15日，乌克兰就曾空袭了当地的卢克石油公司。此外，罗斯托夫地区也在昨夜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尽管俄罗斯防空系统宣称击落了所有无人机，但现场传来的爆炸声依然明显。近期，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的无人机打击。据 Slovo IDLO 地图分析，自2023年9月以来，乌克兰已对俄方炼油厂和油库进行约100次攻击。这一系列袭击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造成了显著影响，直接影响了前线的作战能力，同时也对俄方石油出口造成了波动，尤其在西方加强制裁的背景下，效果更为突出。最近，俄罗斯似乎试图向乌克兰境内派遣更多特工进行破坏活动，但这些行动几乎都被乌克兰安全局成功挫败。根据 RBC 新闻报道，2月3日，乌克兰西北部的罗夫诺市发生一起特工案件，2名俄罗斯特工计划在当地警察局安放炸弹，但他们的行动被乌克兰安全局及时侦破。当乌克兰安全局人员到达现场时，这2名特工正准备实施袭击，他们身上还发现了简易爆炸装置，似乎是匆忙拼凑而成，未能及时使用。2人随后被当场逮捕。这2名俄罗斯特工将面临严密审讯，最高可被判处12年监禁。由于乌克兰近期侦破了多起类似袭击，特工的审讯将成为关键。此前，乌克兰也在基辅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女特工，时她正在试图引爆市中心的炸弹。
与此同时，乌克兰特工也在俄罗斯发动了突袭，深入莫斯科地区。2月3日，莫斯科红番区发生爆炸，俄罗斯阿尔巴特营创始人萨尔基相被清除。这一举措震慑了乌东地区的叛徒，地点距离克里姆林宫仅12公里，引起广泛关注。2024年，乌克兰策划了多起类似破坏行动，这也可能是俄罗斯特工频繁活动的原因。尽管如此，俄罗斯特工至今尚未引发太大关注。另一方面，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布了新型无人战车，具有超过40公里的续航能力，速度为9公里每小时。其具备80秒内快速部署和远程打击能力，同时抗电子战能力也得到了加强。最近，朝鲜军队在俄乌战场的踪迹变得更加稀少，引发了外界关注。最新消息称，朝鲜军队已从库尔斯克前线撤离。据《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和美国官员透露，朝军在过去2周未再出现在库尔斯克战场，应该已经撤回后方。朝鲜军队约有 1.1 万人参与战斗，但他们在前线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也是他们撤离的主要原因。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表示，朝鲜军队几乎损失了1半兵力。此外，瑟尔斯基还指出，朝鲜军队的装备较为简陋，主要依赖步兵推进，几乎没有装甲车或重型武器。库尔斯克的乌军指挥官也表示，朝鲜军队的装备简陋，缺乏火炮和无人机支持，且部队的行动速度较快，仿佛是在进行80年代的战斗。尽管俄方曾否认朝军损失严重，声称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但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已进入2025年第2个月，仍保持活跃。此前，乌克兰还公开采访了2名俘虏的朝鲜士兵，广泛引发国际讨论。外界分析，朝军的动向开始减少，俄罗斯对库尔斯克的攻势也逐渐放缓。图片报报道称，俄朝双方或将向战场投入新一批朝军，但这一信息尚未得到确认。目前，朝鲜军队主要集中在库尔斯克战区，是否会进一步进入乌克兰境内，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乌克兰空军将在2025年接收更多战机，并投入前线作战。根据路透社报道，2月1日，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与荷兰防长布雷克尔斯曼举行会谈，确认荷兰将在2025年继续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并额外提供4亿欧元资金，用于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这笔资金将用于研发远程无人机和提供新的防空系统。乌梅罗夫还参观了荷兰空军基地，乌克兰飞行员正在此接受 F-16 战斗训，预计不久后将投入战斗。荷兰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一直是乌克兰在空中领域的重要支持者。去年，他们已明确表示，提供的 F-16 战机可用于境外作战，意味着乌克兰空军将能够直接飞入俄罗斯境内。与此同时，法国也将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乌克兰将如何运用这些新战机，值得关注。此外，英国计划投资20亿英镑，在乌克兰建设兵工厂和维修基地。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透露，德国早前已经建立了武器工厂，为乌军生产了首批装甲车。英国将重点支持防空导弹的生产，进一步提高军援效率，加速前线军队的补给。捷克也正式启动了2025年的炮弹采购计划，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去年，捷克向乌克兰交付了52万枚155毫米炮弹，解决了前线的弹药短缺问题。俄乌战争已进入近3年，双方仍在前线展开激烈的对抗。近期有消息透露，由于俄军指挥官虚报战果，俄军士兵被迫在激烈战斗中拍摄占领村庄的假视频，甚至要越过乌军防线，发起对更深处目标的攻击，付出额外的代价，以弥补指挥官的错误。亲俄的乌克兰记者还在 Telegram 上发布视频，批评俄军这种做法，表示还需要多少人牺牲才能停止这种疯狂行为，
社交媒体用户 Craso_Wiki 在推特上指出，俄军最近在试图占领乌克兰卢甘斯克地区的新霍里夫卡村时，付出了巨大的伤亡。而这一切的原因，竟是因为俄军指挥官过早宣布该村已被占领。根据 Craso_Wiki 的说法，俄罗斯国防部早在1月20日就发布了声明，声称俄军已成功解放新霍里夫卡，并准备进一步推进卢甘茨克地区的战线。Craso_Wiki 还提到，自战争爆发以来，许多俄军指挥官通过拍摄伪造的照片和视频向上级虚报战果，旨在满足上级对战争进度的期望，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甚至有俄军部队为拍摄一段仅有5秒钟的假视频，损失了3个突击小队的兵力。另一方面，虚报战果的后果是，许多俄军士兵被迫在已宣称占领某地的情况下，加强进攻并进一步付出生命代价。根据俄方 Telegram 频道赏金猎人的消息，为了兑现前线指挥官的虚假胜利，很多俄军士兵无谓的牺牲，他们的家属也因此陷入了困惑、愤怒和痛苦的情绪。这不是我们俄罗斯人追求的胜利，消息中如此表示。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